你还记得这个 0.12 像素的暗淡蓝点吗？这是旅行者1号最后一次回望地球时所拍下。它已经在宇宙中孤独地飞行了47年，目前正在以每秒17公里的速度飞向寒冷黑暗的宇宙深处，距离地球大约249亿公里。我们现在仍然能时不时地和它进行通讯。那么它到底要飞多远才能彻底联系不上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先明白旅行者1号在249亿公里外是怎么接收和发送数据的。地球上会用2万瓦的功率向旅行者发送无线电信号，信号几乎需要20小时才能抵达探测器，探测器灵敏的天线会接收到信号。相比之下，火星上的漫游车平均只需15分钟就能将信息传回地球，而旅行者把数据发回地球所用的信号功率只有20瓦。当信号穿越茫茫太空时，其强度会不断减弱，等信号到达地球时，已经微弱到几乎难以探测了。要与如此遥远的探测器通信，信号本身有多强其实并不重要，关键在于是否拥有足够灵敏的接收器来捕捉它。NASA 使用的是均匀分布在地球上的3组天线构成的深空网络，每一组天线包含70米天线外加多个34米天线，这些天线组合起来能接收到比我们平常广播信号弱数千倍的信号。深空网络每天会花几个小时监听来自旅行者1号的微弱信号，迄今为止它仍在持续地向我们传回数据。由于过去50年来我们探测信号的方法取得了巨大进步，理论上我们能与太空中的物体通信的距离是没有限制的。以我们目前的技术，只要我们的接收器足够灵敏和精确，就能够捕捉极其微弱的信号，我们就能和若干光年之外的物体建立可靠的通信。随着旅行者号离地球越来越远，发送和接收信号所需的时间也越来越长，信号强度也越来越弱，数据传输速率变得更慢，使得与旅行者1号的通信变得越来越困难。但旅行者1号的旅程还会继续进行下去。尽管从技术上讲通信距离没有限制，但我们与旅行者1号的通信只剩下几年时间了。这是因为旅行者1号是依靠核动力电池供电，它的电力每天都在衰减。在1990年，为了节省电力，工程师们在旅行者号拍下著名的暗淡蓝点照片后关闭了它的相机。照片中的地球只是茫茫宇宙中的一个蓝色像素点。如今旅行者1号上的11台科学仪器中只有4台仍在工作，这些仪器用来收集太阳系外部的磁场、太阳风和宇宙射线等数据。大约8年后，旅行者1号将完全耗尽电力，再也无法维持其仪器运行。科学家们将继续与探测器通信，接收它收集的重要信息，直到它最终发送完最后一点数据，然后永远淹没在浩瀚的宇宙之中。因此，尽管旅行者1号探测器的大限将至，但它的传奇旅程以及它教会我们的宝贵科学知识仍然让我们受益匪浅。